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上志哥。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谢谢大家昨天在我们的留言板区有非常多的留言，也帮我们冲上了另外一个这个影片的高峰的热推哦。那么今天持续要提醒大家按下热推键之外，并且在留言区写下热推2个字，告诉我们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那写上我的名字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的，我也会特别为观众朋友做这个留言回复。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美伊战事，现在呢在荷姆兹海峡可以说是全面开火了。今天就这个军事片，我们来带观众朋友深入的了解，因为传出伊朗的飞弹直轰了美军的2个军舰之外，还有17颗飞弹现在空袭到了波湾地区的能源命脉，这可以说是伊朗首度的开打了在波湾的一个石油设施。波湾唯一的出口路线也被锁喉了，哪一条路线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美伊战火现在烧进了能源心脏，也就是荷姆兹海峡，局势持续的升温。我们先来看到哦，在这个昨天的时候，最新冲突是伊朗它高调宣称2枚的飞弹击中了美国的军舰。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好，这是来自于伊朗所公布的影片，他说2枚的飞弹确实有击中美国的军舰，试图营造一个成功的战果。但是影片发出之后，美国方面是立刻否决了这一件事情。这个是来自于美国的中央司令部火速的反击，说这个影片是误传的，强调美军至今是零损伤的。美方则是反控伊朗方面出动了快艇跟无人机骚扰了他们的商船，因此呢，他们已经击沉了6到7艘来自于伊朗的它的快艇。但是伊朗似乎也没在担心，因为秀出了另外一段影片，是伊朗的地下碉堡出现了一大堆未来可以使用的快艇的画面。来看到这个是伊朗最新释出的画面哦。他说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小型的攻击快艇，全部都藏在地下碉堡里面。就算你美军至今打了6到7艘，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战力无损的。更尴尬的是，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昨天才在说的，美军高调的宣布启动了自由行动，宣布要护航这一些商船还有游船可以安全的通过荷姆兹海峡，但是现实直接被打脸。最新消息是来自于一艘南韩的它的商船呢，直接在通过荷姆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攻击，爆炸起火，并且呢受困在海峡当中。消息一出，这个可以说川普是震怒，并且要求南韩赶快加入我们在荷姆兹的护航行动吧。这个是在军事上面的动作，而在经济上，我们也来看到了在美国方面祭出的最严厉的经济制裁。这个贝森特财长他说，这个叫做极限经济封锁。也就是呢，他预言接下来伊朗会面对到的就是3重压力，他会发不出军饷，原油会卖不出去，而且他说呢，储油槽已经爆满了。贝森特预估只要1周的时间，恐怕在伊朗的这个石油啊，他们的油井就会全部的被关闭掉了。美方同时也曝光了一个最新的数据，也就是说，近期在荷姆兹海峡上，一共是拦截了来自于伊朗31艘的油轮。换句话说，大约是达到了5300万桶的原油，价值他这边估算了一下，高达48亿美元，换算新台币1518亿新台币。而且2艘的这个油轮至今仍然扣在美军的手上。他说，这个伊朗的油轮仍然是被扣住的。对于伊朗的冲击，贝森特说是非常巨大，而且有压力的。今天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这个大使怎么看了？刚刚说了嘛，美国跟伊朗互相攻击对方的军舰，是鱼死网破了吗？这一种战事哦，一旦误判，会不会变成全面开战？同时，我们关心到的是油价现在不断的在飙涨，美方却是说呢，伊朗1周之内油井可能会全部关闭，有可能吗？大使又怎么看？现在双方就是打经济战了。其实这些军事的冲突都算是零星的冲突啊。那
先想就是说，伊朗说打了2艘美国的舰艇啊，其实伊朗前一阵子公布了它封锁的这个荷尔姆斯海峡的区域，画得非常清楚，其实并不是很大，因为它靠东线，就是它那个最大的岛，荷尔姆斯海峡最大的岛的东线的点，它画了一条直线，然后它的南线呢，就画在哪里？画在就是阿曼海峡跟荷尔姆斯海峡几乎交界的地方。就是画从这个南边的角到北边的那个这个伊朗有一个定点，它画了一条线，所以其实它封锁的区域是蛮小的，就整个那个水域来讲并不大，就是在那个关键咽喉那一带转弯的那一带，就是画了2条线，这2条线就是伊朗会动武的线，说清楚的就是会动武线，你过了这个线我就打，是。所以如果说伊朗打了2艘美国军舰，可能是美国军舰事实上是进入了它尤其那个南线的部分，这已经很接近荷尔姆斯海峡了，所以可以说，可以推测美国海军不断在探测它能够往荷尔姆斯海峡贴近的这个距离在哪里，所以美国是不承认有这件事情啊。不过就伊朗来讲，它在这么小的水域里面，它也不需要水雷，它也不需要什么，就是那个飞弹快艇就很管用，因为飞弹快艇很小，然后它突然冲出来。就丢2颗，就发了2颗飞弹就跑了。对，那美国是说是可以打，可是问题它的数目是蛮多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它就是说控制把那一段它封锁的水域它可能目前就是靠这个飞弹快艇。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有美军的船只进去的话，我想它是一定打，它也画了线，可是境外它就不打了。那现在就是说，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川普贝森特放的话，就是美国现在对伊朗这场战争的现在的重点，就是经济把你什么封锁，让你油卖不出去，让你钱进不去，没有钱，让你就产生什么军队发不出饷啦，然后国内什么物价大涨啊，然后你的这个你的储油设施都没有办法再装油了，所以你就要停产啊，这些问题就是说，他就等于说，就跟美国讲的，川普来讲的话说。我要把你的储油设施装满，你们都没有办法再装，最后你们就爆炸了。那等伊朗爆炸，那伊朗马上就回对说，我就看你你把我这些荷尔姆斯海峡都塞了以后油都出不出去以后，大家就看这个油价不断飙，不断飙到看你美国爆炸，那油价是不是飙？因为贝森特说这3点都是他讲的有没有研判是不是精准我不晓得。可是美国的油价上个礼拜是4.2块一桶，4.2美金一桶，这个礼拜已经到4.47，我觉得4.47平均价不是说每个地方它平均价4.47，这个今天早上在 CNN 上面标出来的，然后还特别标了一个2月28号228事变发生的时候。我讲的228事变是美伊战争因为他那天开打，228事变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油价美国一桶是2.9毛，2块9一桶，所以现在这个涨的是蛮快，一个礼拜又涨了2毛多，所以看起来的话，就是说如果再撑1个月的话，那这个油价看起来往上撑的话，就看川普撑不撑得住，那伊朗撑不撑得住，我们也不知道。那所以双方现在就是在看互掐脖子，没有拿刀乱戳，那个只是那互掐脖子，所以现在就看谁的气比较长，谁的肺比较强一点，不要被掐死，不要被掐死。所以川普看起来说了很多狠话，不过他的自由航行，说实话，人家把他戳穿说，他是导引式的自由航行，是什么导引呢？就远距告诉你船怎么走，你走哪里安全走哪里，这不是护航护航是军队赶你军舰弄一个方阵，对，我在外面外围，你们这些都躲到我的方阵里面，这才叫护航对不对？你这个是导引，远距导引，所以空话一句，而且法国的这个总统这个已经说了不参加，所以现在的川普还是依旧孤家寡人一个。然后就看看美国的原油价格有没有帮他忙了。如果不争气的话，到5块一桶的话，
川普可能就不会这么硬了。好，我们看到这个军事行动哦，在海上美伊之间的军事行动，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经济战，比的就是谁撑的气比较长。这个石油价格一直不断的飙涨，到底美国跟伊朗谁会先撑不住呢？不过这个油价看起来还是会在持续的飙涨的另外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现在呢，伊朗首度的针对于在过去24小时，针对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发动了这一场空袭，恐怕让油价在持续的快速飙升哦。这一次的行动，我们来看一下，一共是出动了数十枚的飞弹跟无人机之外，锁定的就是他们重要的国营的油轮跟当地最大的港口兼石油储存区，这个地方叫做富查伊。这个地方之所以重要，等一下我们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那阿联已经强硬回击说了，你就算在这边对我们射着各种的飞弹，但是我们也拦截了15枚的飞弹跟你们的4架无人机，还怒轰伊朗根本就是海盗哦。那伊朗的外长也警告川普跟阿联酋，政治危机无法是靠军事手段来做解决的。我们刚刚说了，阿联的这个地方富查伊港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因为最新消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揭露说，其实呢，它不是一般你所认知的港口而已，它是荷姆兹如果在瘫痪的时候，能源出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点。原因就是它位在阿曼湾，是完全绕开荷姆兹海峡的。包括了这些波湾国家，像是阿布达比，可以透过境内的管线把石油运送到这个港口，避开荷姆兹海峡，再出口到其他的国家去的。那么，另外更重要的事情是，阿联大家还记得吗？不是前几天才刚宣布他要退出 OPEC 吗？代表他在石油上面有非常多的计划，他要增产之外，他还要绕开荷姆兹海峡，透过他扩建的这种油管，把这个他们的石油给运送出去。这一回遇到伊朗这样狂轰，会不会这样的希望等于落空了？那伊朗确实也找到了这个波湾国家现在非常大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在这样的攻击之下，会不会其他的整个波湾国家还有石油的价格也会不断的高涨？波湾国家会全部陷入在战火当中吗？干哥怎么看？我个人认为伊朗这样做是不智的。为什么？因为你就扩大了战线，你造成了你的邻国非常大的经济损失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坦白讲一句，它等于是在中东一个很让，就是说游客、观光客，因为大家都知道杜拜的帆船饭店等等的，因为它在经济上面，坦白讲一句，它是中东的一个等于是模范就对了。但是呢，它在产油方面呢，它其实老实讲一句，它的经济也是很依赖它的石油。为什么？在战争发生之前，它日产原油340万桶一天，日产340万桶。那因为波湾战事的关系，它现在缩减到大概一天只有160万桶了。那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影响就很大了。那今天碰到了伊朗对他们发射飞弹了，那真的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要特别强调一下15枚飞弹里面有12枚是弹道飞弹，有3枚是巡弋飞弹，然后这些飞弹都被爱国者系统拦下来了，也就是说还有另外4架无人机都被爱国者系统拦下来。对，但是也有这个漏网之鱼，所以他打中了哪里？富查伊哈港啊，富查伊哈港就是阿联酋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港口，也等于是它的经济命脉那有点像伊朗的那个哈尔格岛那种味道，就是说这个港对他们的石油命脉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那你专门打我这边，虽然只有3个人受伤，而不是死亡可是那种心理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对，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事情一发生，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最新的外电去骂革命卫队 ，IRGC 你们在搞什么鬼？我没有批准这项军事行动啊。那革命卫队就没有讲话。那你知道，像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就等于说你们的军政跟军令2个系统其实是不同心的、不同调的。大家必须要搞清楚，就是说为什么你会发动这种攻击？其实裴泽斯基安他本来就比较被认为是温和派，虽然在跟美方的谈判里面他从来不示弱的，但是呢，
在革命卫队的眼里面，会觉得说你这个总统并没有办法维持我们伊斯兰的光荣的传统啊，没有办法伸张我们什叶派应该有的利益。所以老实讲一句，他在国内这个总统说句实在话，能不能够真的掌握到军队的实权，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裴德斯基安私底下去骂 IRGC， 那代表说这个政策是不是到底是一贯的？就是说我们真的要这样子做，我们要攻击邻国，以造成油价继续攀升，让全世界经济动荡，让美国头痛，是不是真的是有这样子的策略？其实我觉得在伊朗内部本身不见得是一致的一种政策跟看法。那可是对于全球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我们最近都去加油，就会发现油价一直掉不下来。那将来会影响到的，这不仅仅是只有在欧美国家，在亚洲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战事继续发展下去，我真的非常的不乐观。好，伊朗到底该不该去做这个行动去攻击波湾？我们看到伊朗内部现在已经有完全不同调的一个声音了。那另外一方面呢，为什么伊朗今天做这个举动，造成波湾国家非常的担心？原因就是荷姆兹过不去，他们已经把这个在阿联的这个富察伊哈港视为是重要石油命脉。现在如果也被堵住了，是不是代表所有的石油都会出不去？那会不会这也是伊朗他今天祭出这样子攻击的重要原因？那上这个又怎么看？我想，这是伊朗攻击这个富察伊港，那么主要针对苗头还是针对阿联酋啦。那虽然那个地方其实是阿曼，但是呢，这个部分的这个港，在2012年投资建设的这个阿布达比原油管道，这可是在当时的时候是全波湾备受瞩目的一个，就是说没有经过这个我们刚刚讲说这个荷姆兹海峡的一个新的思路。我们知道，因为其实在波湾的8个产油国家里头，当然首先沙特第1名最大，第2大的部分其实应该讲说，一方面是阿联酋，当然伊朗也很大，所以大家都是有这个石油竞争实力的时候，它就会产生的某种程度的，大家是不是在立场一致？我们知道这次呢，美国打伊朗，大概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比较整个倾向于美国，或者至少对伊朗比较多批评跟各式各样的这个谴责的，大概就阿联酋了。那么阿联酋因为遭遇这个事情当中，你也看到在这么短时间圈内退出了 OPEC 跟 OPEC 加，乃至跟中国结好，这个部分它整个国家的战略布局是很惊人的。对，好，那伊朗为什么还是要打那里呢？大家虽然没有说这个政治态度有差，都知道其实我讲伊朗这一次我们看他打得凶不凶？其实没有很凶啦，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这个攻击当中，在整个富察伊港还是拦截了10多枚的导弹跟好多架的无人机，所以对他们的破坏其实是比较局部的这个管线，然后也没有死，就3个印度工人受伤而已。所以对伊朗来说也是警告。伊朗为什么警告？意思就是说，所有要绕出荷姆兹海峡的任何的方式，我都有能力打得到。我们知道，其实，在管道当中，沙特到红海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更大的管道，这里油是直接从红海这里直接进到地中海，有攻击欧盟。所以，这个部分伊朗就没有攻击。但是在南边阿曼这里，尤其阿联酋卖的油很多都是跟亚洲有关。然后，所以现在荷姆兹都被卡住了，包括其实阿联酋大部分的油都被卡住，所以这里一直长久以来都是这一次美国伊朗在战争过程里头极少数，因为它就在南边嘛，阿曼旁边是也门，那也门现在很难搞，对，亚丁湾那边也很危险，所以真正的可以自由，一直在美伊战争开打之后，一直有油走出来的，没有经过荷姆兹就是这里。所以刚刚大师讲的很重要，现在伊朗就是说要让美国方面油价一直上涨，然后美国最后爆掉。然后呢，美国要让伊朗你最后没有油可卖，大家都卡在荷姆兹，你最后就什么都卖不出，你没钱到，你最后萎缩掉。所以2个部分的战略在这过程里头，其实阿联酋在这里头，虽然他们在整个布局，但它就会变成一个有可能就是说伊朗的整体的大战略这点跟美国对抗当中，有一个油还可以继续卖，是，而且还可以到时候跟大家结好的状况。所以我认为现在接下来的部分是伊朗这次的警告的部分，主要还是在荷姆兹。那我认为现在看起来，大概5天后检查完，很可能在2个礼拜之内，它就可以重新供应了。如果没有继续再攻击荷姆兹，攻击这个富察伊港的话，那应该就是一个宣示性的作用而已。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
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我们持续要关心到的是美军中东16个基地哦，现在被证实已经被打成了废墟。那么另外一方面，伊朗的部分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最新消息是，它的核计划竟然没有被毁就算了，还可以继续的加速造核弹。那么革命卫队现在在这个他们的战略方向上也有所改变了，他们现在抢当伊铁妈，任中国大陆当老大，怎么回事？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我们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美国口中最强的防线，结果没有想到在中东，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16个基地，竟然被精准的打成了废墟。等一下会来看一下细节，这当中包括这种高单价的雷达、指挥的枢纽中心，还有E3的预警机都被点名狙击了。美军为何会被打得如此狼狈呢？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这场战争打了到现在40多天。烧掉了美国数百亿美元，结果伊朗的核能力不但没有被摧毁，而且他说1年内可以重启冲刺核武，到底怎么回事？美国压制失败吗？第三件事情是，当美国的财长公开要求中国出面解决美伊战事的问题，结果伊朗就说了，他想复制巴铁的模式，靠向中国，想要建立的是跟中国大陆更紧密的关系吗？中东的霸权会不会悄悄换人？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来看到的是 CNN 的最新的消息调查显示，美军在中东一共是有8个国家当中的16处军事设施遭到伊朗的精准打击，而且被打击都是最先进、最昂贵的一些装备。我们来看一下细节，这当中包括了雷达的系统被摧毁，例如卡达11亿美元的铺路爪雷达，还有萨德系统。再来看到的是战区的指挥跟这个控制的中枢也遭到破坏，单价高达5亿美元的E3预警机也遭到锁定，卫星的天线6座也被炸掉了5座。美军数据传输现在能力受到严重的干扰，而且美军出面证实了，从没有遭遇过如此快速而且精准的打击，这是来自于美方内部罕见的承认。另外一位是来自于一名沙特的消息人士点破，这一场战争目前正在动摇的就是中东其他国家对于美国的安全承诺。从卫星影像也可以看到说，很多的基地在被袭击后，现在看起来是宛如废墟的。所以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大使，为什么美军这一回会被打得如此的狼狈？那么这一次重新开打，我们看到伊朗重新开打哦，但只打了坚定站在美国方面的阿联酋。中东国家会不会其他的国家现在看到了这些处境，也开始选边站呢？大使怎么解读？对，其实你这次看伊朗的打法，它的是很有步骤的哈。它一个就是先消灭你的比较远距的所谓预警系统，所以远距的预警系统就变成就是说，就比如说它打这个铺路爪雷达，打这个萨德系统的这个雷达哈，这都是属于远距的这个感知的这种哈预警的系统，所以然后它再打你中程的。中程呢，就再打你什么？再打你这个乌代德空军基地这种战情指挥中心啊。是你那个短距的雷达，说实话，你最后只剩下2分钟，或者你只剩下20秒钟，或者哈，就是后来以色列的情况嘛，对不对？你那个整个的你那个铁穹系统，到最后你远距的这个探知的雷达系统已经没有了，最后中距离也没有，就是短距离的。所以人家说从发警报到最后，在这个炸弹响声就10几秒钟而已啊，所以它这个是有序的打，所以再加上再把这个卫星的这个接收系统啊，也把你6个打掉5个，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你要打掉这些武器，这些啊所谓的这个哈这些预警系统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你要靠什么？你要靠这种高超音速飞弹。是，我相信这都不是无人机打的。那无人机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精准的哈，把这些重要的这些所谓的预警系统的这些重点啊，一下就一锅就端掉了。那一定是这高超音速导弹哈，一枚就命中，就把你打掉了。
那所以这一次可以说伊朗的战绩不能说战绩彪炳啊，或者说战绩显著的话。我想这个里面最重要就是它的高超音速导弹，是，就是说到最后的它的末端的这个速度可能在5到8马赫之间，你就已经这个还搞不清楚，你的这条重要的设施就被它端走了。那所以这次美军事实上是损失惨重啊。对。那普鲁扎雷达事实上它看的距离是非常远的，它远的原因就可以说你一动我就知道了。所以你一动我就知道，我就开始准备了，那不会说到了头上我才发现。所以这次打到最后，以色列也怎么样，损失惨重。它的铁穹系统最后也看起来是什么破功。然后美国现在为什么不敢继续打下去？那都是因为它的所谓的这个整个防空预警系统啊，现在打的这个支离破碎，他要重建起来，他要再把他的装备再重新建立起来，可能也不是这么快的。所以川普事实上，我觉得心里也蛮怨的，就是说你想打，事实上的话，不见得能够占上风。然后比较涉及到就是说伊朗的这种超高音速导弹的精准性的，就是打它的预警机停在地面上的，这么多飞机就这几栋飞。所以它的这个误差是很小的，是，所以就变成这一次战争，我觉得改变了这个战场的规律啦，就是说这种精准的超高音速导弹，事实上可以跟超级大国对抗，伊朗就证明了，伊朗证明了它有这种超级大国的。那事实上的话，其他这些这次打下来的结果，会让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保护伞产生极大的怀疑。那可能就要转向了，要换保镖了。那巴基斯坦已经进去了，就是这个原因。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几波的来自于伊朗的攻击打的都是美军还有以色列最高价值的这些军事武器被摧毁。刚刚大使也帮我们特别提到了，包括这个美国的防空预警系统，恐怕都要重新的建立起来。那看起来是要花更多的钱了。这也是同时呢，五角大厦跟美国川普政府内部现在最担心的事情，因为五角大厦最新自己承认的事情是战争打了40天，军费烧掉250亿美元，还只是他们自己五角大厦做的评估，外界说这个数字可能是2倍，也就是500亿美元。那么美国情报评估也显示说，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当时的战略目标是要摧毁伊朗的核武啊。那现在进度到底如何了？来看到最新进度说，只需要9个月到1年时间，没有想到伊朗就可以再度的具备核武能力了。而且国际原子能总署给的数据显示，伊朗现在有440公斤60%的浓缩铀，可以制造达到10枚的核弹。最重要的是，美国到现在找不到它核弹到底放在什么地方啊？那么核威胁的倡议组织副总裁提醒，这一些材料可能已经放在深层的地下设施，就算你有武器，你也没有办法对它摧毁啊。干哥怎么看？对，就是说，在去年6月，你用 GBU-57那个超级钻地弹攻击了伊斯法罕、博尔多、纳坦兹这3个地方。那当时川普所收到的这个报告是，很好，总共用了15颗，每一颗打下来，我跟你讲，你都招架不住的。所以用了15颗的话，照理讲的话，应该伊朗的核设施都被摧毁殆尽了嘛，对不对？因为当时我们有讲过，我们在这个节目就有讲过，那 GBU-57钻地弹它可以钻到多少公尺？它的前身只能钻到20公尺。GBU-57可以打到地下60公尺，够了吧？够深了吧？结果现在说对不起，不够深。为什么？因为国际原子能总署IAEA 他说，我现在完全找不到他们的资料，我现在完全得不到。就说国际原子能总署，他在他们可以控管、可以得知的讯息管道里面，他通通不晓得这一批440公斤的核原料到哪里去了。这个原料里面最主要的是铀235跟铯137，这是最重要的，所有核子弹都必须要有这样的元素。这些东西他们不晓得现在跑到哪里去。也就是说，你今天所发动的攻击里面，是不是？当然我们知道摧毁了上千架的那个核设施的离心机，这我们知道。但是原料在哪里？如果今天发生的原料外泄事件，
国际原子能总署一定知道，为什么？他们有全球监测系统，他一定知道外泄了，代表你打到了核原料、核设施，可是没有，代表当你要空袭之前，就是 B2 隐形轰炸区要去打之前，这些东西是不是早就搬走了？最重要的问题是，它搬到哪里去不知道。我们现在是最大的疑问。对，也就是说 ，CIA 中情局在当地啊，在德黑兰等等啊，这不像我们刚才讲的伊斯法罕啊、纳坦兹啊、福尔多啊，他们都有当地的伊朗人做他们的内应。可是，回来的消息是，还是不知道这一批440公斤的核原料到了哪里去了。因为我们始终知道，它60%的浓度要提升到90%，只要6到9个月。我可以告诉各位，伊朗绝对不会放弃发展核武器。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北韩具有核武器之后所具有的话语权跟国际地位的提升。所以今天哈米尼绝对不会让他们不发展核子武器。所以这一批核原料到底现在在哪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那等到如果他今天可以装上核弹头，伊朗放出假消息，2003年开始我们就已经没有要做核子弹的弹头了，你能够相信吗？其实我是不能够相信。我认为其实他们说不定已经达到了发展的成功的只一步之遥的距离而已，非常成熟，但这绝对不能讲的。因为从来没有人去讲说我已经发展成功了，连金正恩他都不会这样子讲。所以一旦有一天他推出来的时候，是会很惊人的。为什么？因为它就不属于国际原子能总署或是美国的北约体系里面可控的永和国家，这才是全世界所必须要担心的。好，那等于说，包括了核武问题，现在也是同样陷入在僵局当中。美伊的战事现在接下来唯一能够解决，有没有可能靠中国大陆透过外交的手段来解决呢？我们来持续看下去。因为呢，最新是来自于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说的，他说希望中国介入在荷姆兹海峡来做一个协调，说服伊朗开放起荷姆兹海峡。那伊朗革命卫队他则是说呢，他也要跟中国大陆更加的关系紧密，要仿效巴基斯坦建立军事关系，甚至他愿意说呢，他会抵押国家一部分来进行战略绑定中国的角色。上次哥怎么看？中国跟伊朗的关系，以及中国因为伊朗跟这个波湾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微妙的哦。因为都知道，其实中国跟伊朗的关系，其实你说好还是不好呢？要知道，伊朗长久以来其实关系更好的是俄罗斯。那所以中国过去来讲，无论经济的实力或各方面来讲，可能没有办法真的跟伊朗怎么样。中国大陆经济已经起来了，那么它有更多的实力能够输出，所以跟伊朗的关系按照道理其实很密切的，只是因为伊朗被美国这个全世界的制裁哈，所以大家不会敲锣打鼓把自己的合作讲得很大。包括我在想说，伊朗当时在2023年正式加入了上合会。这个是中国大陆在具体做主事的时候，其实也都是默默的，就没有双方没有说什么敲锣打鼓似的。可是你说真的关系不深吗？怎么可能呢？首先，伊朗的油全世界没人买，90%的伊朗的油就是卖给中国。除此之外，伊朗还是要做这些石油设备设施啊。所以呢，其实中国大陆其实就大概4000亿。就是伊朗要花4000亿，这个都是照中石油或中石化它的盖的这些石油设施，其中大概只有花3800亿，另外1200亿都美元哦，200亿则是中国跟包括伊朗做一些基础建设。也就是基建的这些东西，你看现在全伊朗都在用华为跟中兴，他们里面的这些东西，所以你说跟伊朗的关系不深吗？当然特别不要说是2021年他们签了25年的这个长期的这个战略合作的计划，而且中伊铁路这条默默但是已经打通的铁路，一直都是伊朗很多在民生采购物资，甚至也会运一些部分的油。所以呢，这里头其实就是可以看到，伊朗跟中国其实至少在现在是紧密的，包括上合会。但是呢，必须说，中国的难的地方就在于，它跟所有其他的波湾国家，跟沙特也好，跟阿联酋也好，跟其他的包括科威特等等的这些相对小国。关系也要很好，因为这里头是一个所谓在中东地区、能源地区，如果能够使用人民币结算，其实这几年真的就是一直增加，最大的比例其实就是这海湾国家越来越多愿意至少卖给中国的油，或跟中国采购的新能源等等，都用人民币结算。这里是一个非常富到流油的地方，所以不可能只跟伊朗关系很好，然后呢就得罪其他人。
所以特别是我们看到现在阿联酋这个部分是全世界当中，他们现在我认为现在波湾我要特别关注阿联酋，阿联酋就是很清楚知道新能源这个时代来了，所以他们要快速的把现在未来可能油你再多都没人买了，都碳啊跟这种的问题，所以他们现在快速的要挣脱欧佩。然后做金融啊或各方面的这种科技 AI 的部分的布局，其实跟中国的调性很接近。对，所以呢，这次跟中国的结合度也很高。伊朗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在美国制裁之下，就是一个比较落后，在波湾国家的这个战略，就是还是用这个油来活下去。可是波湾很多国家在金融很多布局，那这种金融布局如果一旦大量用人民币的话，哇，那对人民币就这个全球化也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中国的不是两难，而是中国要同时兼顾跟伊朗的稳定关系，跟波湾国家更细密深化融合的部分的关系，而且这次炸了那么多的设施，各个地方跟美军基地，其实基本上都了解都是中国的厂商，接下来要抢着去做后面的重新的维护重建工作，也是笔大生意啦。好，谢谢上次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我们来看到，在川习会前夕，北京还有中国大陆的部分先动刀了。最主要就是要来对付美国最核心，针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武器，还有全球的经济武器，就是它的长臂管辖，要斩断美国的经济霸权，同时希望能够建立的是人民币的交易措施哦。那么再来就是这一场习川会前夕，现在呢，习近平是掌握2大王牌，有哪一些呢？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那 CNN 是这样说的：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完全占上风。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刚刚讲了习川会前夕呢。中国大陆祭出了2招，要指导美国最核心的经济武器，因为美国现在不断的在全球做出它的长臂管辖，所以大陆有2招。第一招呢，就是因为什么要祭出这一招？主要的原因就是来看一下背景，美国呢现在针对于采购伊朗原油的5家中国大陆的公司呢做出了制裁之后。大陆就祭出了所谓的阻断办法，要求说，针对于美国的制裁，中国大陆的企业是不需要跟着他们执行的，所以就是不承认、不执行、也不遵守，等于是直接斩断美国的长臂管辖，这是第一件事情。好，第二件事情来看到，同样呢，大陆现在担心的就是美国因为一直基于政治的压力不断的施压这些企业，要求这些企业如果受到外部的压力转移供应链的话，大陆就可以针对这些企业来做调查，做的调查可以涉及到哪些事情呢？也就是说，你这间企业的相关人员接下来可能就不能离境了，而且如果说你这间企业被认定违法的话，接下来可以禁止这些企业在中国大陆做投资、做进出口。出入境，而且还会撤销人员的工作和居留资格等等针对于这些企业就做出了非常严厉的惩罚，所以中国可以说是接连2招出拳，都是完全冲着美国的。那当然了，其他的国家也要接下来接招，就是说你到底要选中国大陆还是你要选美国？同时也告诉美国说，长臂管辖只要伸到中国就会被斩断。未来的企业如何做？针对于大陆的这一些招数，上次哥怎么看？好，中国商务部这次提出的这个3不政策，不得承认、不得不执行、不得遵守，就是说你美国你这个对于中国大陆从特别是山东地区买了很多伊朗的原油来做一些加工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产业那么不只是支持这个产业本身，你不用理美国，它其实这个宣布主要是针对什么？是针对因为这些他们从伊朗买了油之后精炼之后，其实是卖到亚洲很多国家的，所以它其实这个通知一方面是告诉企业说我挺你。2方面是告诉亚洲这些跟商东做生意的国家说，你们不用理美国，因为这些部分他们还是得要跟他们买所以美国方面向来就是你列入黑名单或列入这种制裁的情形之下，意思就是说这10家我要制裁你，我要控制你的部分呢，在美国资产或各方面跟你的这个所谓的交易。除此之外，美国只一方面也警告跟这些被列入黑名单的国家或者是公司，你们不要跟他做生意。所以这里头一方面是。第一次中国大陆在过去像华为、中兴那个年代只要中国大陆的企业被美国制裁，其实中国大陆官方通常是表示一个比较静默，看你自己企业怎么处理。因为中美的部分有政治外交很多的部分的高度的不的问题，所以
中国没有那么去挺企业，或者是那么没有从基层这个当中去看，因为每个政策当中很多都是牵法动全身的。但是这次商务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最近所有包括先前 Manus 发改委不让 AI 机械的科技被美国收购了，也就是中国大陆现在很具体对于企业该怎么走，企业被美国制裁本身是国家来挺你了。而且国家挺你也是对全世界跟这几个石油国家的部分宣告，美国们你们还是可以继续做生意，你们自己决定。所以这里当然就是牵涉到，就是不是中国大陆已经具体的方法。我认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东西都不算是最厉害的招。我想中国大陆真的最厉害的招过来，还是不买你的大豆，让你其中选举选票不行，稀土管制你，特别让你军民。现在其实美国的很多的军工业没有办法再做加速，都是因为稀土还是被控制。因为中国大陆不是不卖你美国，是所有你跟我们买的泰国啊、东南亚、印尼，你想转卖给美国，全部都控制你，特别是军工业哈。所以现在这个真正的对抗，我还是没有来。我认为现在刚出的这2个规定都还是小猫咪而已，但是已经看得说。中国大陆好，就是稍微就是很沉稳的来看，你美国还会出什么招？我提醒观众朋友，我们大家一起注意哦，美国现在真的也出狠招。首先，伊朗石油这是在这个部分的这个列入黑名单是一部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在美国国会在讨论的针对于 DUV 这个光刻机的后面的维护服务，涉及美国专利的荷兰、日本，你都不能卖。不能派任何东西给中国大陆，这个是釜底抽薪的，要斩断中国大陆的，包括中芯国际啊、华为的这个所谓的成熟制程，这个法案没有过，很有可能过。当然过了之后要不要执行还不知道。如同这次我们看到的，到底美国会不会执行？到底中国大陆会不会执行？所有这个对抗的这个宣布之后，实际执行层面我还观察才知道，到底中美在这方面的冲突的影响多大。好，所以西川会前夕哦，美国的动作非常的多。刚刚看到了，不只是打这一场长臂管辖的石油战之外，还打科技战，限制 DUV 等等。干哥怎么看这个西川会前夕各种的大动作？不管是美国，不管是中国大陆，这个我们非常的关注。我今天特别带来这个叫做C-17全球霸王式的运输机，这是什么？这是战略运输机，它的级别跟我们中国现在最新发展成功的运20是同一级的啊。那这个是全世界第2大的战略运输机，那第1大就是美国的 C5银河式，以及俄罗斯的 AN-124啊。那像这架飞机出现，我们眼睛都瞪大，为什么呢？飞到北京机场去干嘛？原来他放下了2辆野兽啊，野兽什么坦克车啊？不是，它是全装甲式的防弹凯迪拉克。那是谁做的呢？当然是川普。对，跟他的随行人员做的。美国总统在这个他在移动之中，一定会有2辆凯迪拉克，他们都是防弹的，而且装甲，而且你不知道是前面那一部还是后面那一部，他会换着做的。这是他们维安系统里面惯用的做法。那这一架 C-17全球霸王式运输机，它到了北京机场之后，它从它的这个卸货门放下了这2辆车之后，你就会晓得说，川普要来了，这件事情可以被验证，证实了，因为这架飞机出现，就可以代表着军用运输机，而且这种飞机一出现就不是简单的，这个讯息是非常强烈的。这个后面的意义，等一下我们大使会跟大家说明。但是我一看到这架飞机，我就知道说，先遣部队已经去了，重要的车辆、资讯工程，当然机密的他们不会给你看，可是它就是等于是对川习会的前沿部署跟制作，他到任何国家去，他都要带这些装备去的。你要尊重他，因为这架飞机是美国的领土、美国的资产，它从上面所下来的都是属于它的外交途径里面。必须要被接受的。好 ，OK， 你今天看到2架 C-17分别到了北京机场，就代表说贝森特讲的话是有道理的，不会因为伊朗战争而迟延。原来5月真的会有川习会，可是在川习会之前，你美国的动作实在太难看了。你竟然说查扣了什么？查扣了这种茶壶炼油厂。茶壶炼油厂是什么东西呢？也就是说，中国其实它一直在支持着伊朗。其实我跟各位讲中国的茶壶炼油厂现在都在收伊朗的原油，可是这个原油呢，你会想说大概收一部分，对不对？
不是，现在已经收到一天收140万桶了。所以美国商务部为什么会跳脚？你收那么多，我告诉你，他已经快被我们整垮了。结果是中国在至少让伊朗不要真的一口气喘不过来。对，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老实讲，这些中国国营石油企业会被美国商务部制裁，那怎么办呢？所以就由茶壶炼油厂来炼嘛。茶壶炼油厂是什么？就是小型的民间炼油厂。那这种民间炼油厂现在也上次刚才说已经有10家了，被制裁。可是我说句实在话，在商务部里面有名单，可是你制裁不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都是登记在伊朗成立的空壳公司，它还不是在新加坡注册的。然后这些公司，比如说随便讲一家说山东寿光鲁清石化这家公司，我跟你讲，你去查不到，完全查不到它的海外资产，所以你扣不上。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北京的态度很坚决，就是我们就是在收伊朗石油，你要跟我见面吗，川普？那这件事情你要怎么给我一个说法？我觉得这场戏蛮好看的，正好可以给川普一个下马威，我们也等待着好戏上演。好，我们看到美国给中国大陆下马威，中国大陆也持续的进伊朗的石油给美国下马威。那在这场川习会几乎证实一定会举行之下，我们来看到来自于外媒的报道，接下来会特别关注的议题有哪一些哦？这是来自于外媒说的，会包括了3大议题：台湾、经贸跟伊朗的议题。那当然了，川普非常需要见习近平，希望转移他在伊朗战争失利的焦点，同时他希望大陆可以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商品。CNN 说中国明显占上风，因为他手上握有稀土跟庞大市场2大王牌。习近平未谈先赢吗？如 CNN 所解读的是这样子吗？谢大使如何看？现在就是说各界都是这样认为，就是3大议题了：台湾、经贸、伊朗。那我们台湾问题先不放在一边，就经贸，你觉得是大陆占强势还是美国占强势？因为美国跟大陆打着贸易战跟科技战，中国大陆这个事实上的话，这个整体的贸易量不减反增啊。然后另外一方面 ，GDP 去年也达标5% 啊，今年还是定在4.5到5.5之间呢。所以经贸好像美国打了这么多年，美国没占上风。那现在这次川普要去大陆谈经贸，不是说我要给你多少制裁，而是说你要跟我买多少东西。今天美国要大陆的买大豆，买农产品，又提出来一个希望买波音飞机，对不对？所以经贸看起来是美国求于大陆的多。伊朗的问题的话，是美国现在泥淖，中国大陆事实上在旁边是一个怎么讲，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姿态。所以伊朗的问题还是美国要求中国大陆。所以就变成这个3个大问题，已经2个问题是美国要求中国大陆的情况之下，相对弱势一下。所以台湾问题的话，中国大陆事实上就可以正式把这个台湾议题放到跟美中元首上面一个重要的议题。而这次各种迹象，美国这个过去1年来的有关台湾问题的各种重要的报告都显露出来，中国大陆这次是主攻，对美国来主攻。过去就是说，你美国要遵守建交3公报这些原则、这些文件，你不要脱离了这些你当初在这个美中关系里面的建立政治基础的最重要承诺，不但提醒美国不要怎么讲就是说弃信背义或者毁约。那这一次看起来，各方面迹象显示是中国大陆主攻，就是让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两岸的问题上做一个根本性质的表态。美国过去大概就是说不支持台独，那现在大陆是要求你不要不支持，你要反对明确反对。而且也有一种声音传出来，就是大陆要美国就是说公开正式支持两岸用和平的方式、渐进式的方式来统一，支持两岸统一。是，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现在提出来了。当然，美国会做多少回应这个是我们要观察的。可是呢，问题就这个议题可以说叫我们来讲，谈判上已经正式提上议程了。对，提上议程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问题上，大陆的立场越来越对美国有所要求，而不是说他对他旧有的承诺不要背信弃义，而是说有新的要求出来。所以这也是大陆在整个这个整体跟美国关系力量的对比之下，中国大陆现在掌握许多这些比较优势的这个地位所以在台湾问题上就对美国可以说是欲驱强硬。好，谢谢大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关心继金融海啸之后，难道下一场来自于美国的车贷泡沫会正式的引爆吗？这是来自于媒体的报道包括他特别提到了美元疲软，而且美国自己内部的通膨狂飙，工作不断的消失，美国的老百姓才被掏空之后，现在说有许多人要逃离美国梦，全球人才逆流回中国大陆。今天就这些趋势，我们来做比较深入的探讨。我们先来看到美国经济现在看起来股市依然非常的热络，但是底层有出现三大危机。三大危机的细节来带观众朋友看到，一共是3颗炸弹。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车贷泡沫。现在呢，有30%的车贷借款人，他们的车贷余额其实是超过车价的，而且被说就算现在把自己的车卖掉了，也还不了这样子的一个贷款。那么我们来看到溺水的车贷的现象，还比2021年是激增了40%。底特律的汽车经销商这位总裁，他特别讲到，现在很担心这种借款形成一个巨大的负资产，而车贷的违约率一旦提升的话，美国经济在下半年的表现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了。第二颗炸弹就是在美元的部分，现在呢来看到是川普重回白宫以来，美元贬值幅度已经高达了10%。哈佛的教授示警，未来5到6年，他预估美元还会再暴跌15%。当然了，买外国的商品进口就会价格上升，民众的购买力会再受到进一步的打击。那么再来看到的就是第3颗炸弹的能源所推升的通膨危机，主要就是因为中东局势的影响。我们看到能源价格的部分涨幅高达12%，其中在美国的部分，汽油涨幅19%，燃油价格涨幅更是飙升到涨幅达到44%，人民包括了生活成本都变高了。最新的消息，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增幅超过了6.1%，尤其包括了在制造业的部分，现在说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导致就业下滑，成本大增。所以美国的3重打击，刚刚特别看到了车贷泡沫、美元的泡沫、美元的疲软，还有能源的冲击等等，接下来会对金融市场造成多大的危机？介大使怎么看？其实美国现在真的是这个等于说在这个定时炸弹上面，因为美国这个社会，事实上你会看它，哇，怎么看 NBA 的球赛的人还那么多？怎么打高尔夫球赛的？哇，在那个美国那个这个 PGA 哇，这么多有。我跟你讲，美国这个社会，我跟你讲，简单分成三等人呐。一个就是富豪阶级、富裕阶级，这些人可能占美国的人口里面大概就5%，不会超过10%。富豪的话，大概只有1% 都不到。可这些人日子过得真的很好，这些人这个美国经济怎么起伏，他们还是过得很好。可是中间有一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可能占了60%，也就是薪水阶级。另外还有就是贫穷人口，贫穷人口。事实上，美国现在的问题是，中产阶级事实上会越过越好，富裕阶级，因为川普还帮他们减税对不对？然后另外一方面，美国最近什么都不涨，就是股票一直涨，所以基本上资本赚资本，用资本来生财的那些人，在过去在美国真的是好得不得了，尤其美国有些类股涨得不得了，对不对？像这个 AI 的类股，那这些人都赚到钱了。但中产阶级很困难，中产阶级基本上他薪水基本上是没怎么动，可是因为你美国搞这个川普搞这个贸易战，事实上车子的价钱越来越贵，美国的车子很多都是靠进口的零组件在美国组装，然后呢靠它怎么样？靠它的这个贸易上的这个优势所以大家都把最便宜的东西买。
跟你美国搞一个家，你都搞进口税，然后也不准进口的东西进来，那汽车价格当然会增高啊。汽车价格增高，现在美国车，我们以前在美国买个车，15000块美金买很好看的车啊，现在随便一个烂车都3-4万块美金，难以想象。我难以想象美国车会贵成这样 ，pickup 都要7-8万美金。这个简直是难以想象。美国以前 pickup 一个那种农人喜欢开的 pickup 3万美金就已经到顶了，现在都是2倍以上价钱。你这个美国人买东西都是分期付款。分期付款，你2万块钱的车，现在变成4万块，那你贷款就变成你起码就变成35000块。那当然，这个车贷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啊。而且美国人家里有3个人，搞不好就要4部车，3部车，起码3部车，因为每个人都出门都要开车啊。方向不同的话，要不然你就锁在家里面。所以中产阶级很惨，再加上穷人阶级现在更惨。因为穷人都是去什么 Target 啊、什么沃尔玛去买东西，这些东西80%到90%都靠进口。你川普硬是要进口税给人家征到10%、20%、30%，那穷人的这些东西不是越来越贵吗？所以美国现在真的生活很困难。然后这个油价到4点多块，你4.4，简直是荒谬啊！我觉得美国人真的过不下去了。川普讲的那些美国是好，现在是黄金时代，历史上最佳时代。我跟你讲，这个话越讲越，除了富豪以外美国的中产阶级跟他的底层人民会越生气。好，那同样的问题，上次哥怎么？我想现在的话，美国开始慢慢的感受到所谓这种停滞性通膨。首先我们讲通膨，台湾有通膨啊，可是，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跟现实状况，为什么通膨？就是说景气很好，大家薪水都上涨，所以东西就是越买越贵，房价也贵。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在所有的中央银行或者美国 FED， 他们其实就会升息，就利息变高了，大家就要压制你的这个消费，对吧？这个是通膨。对。可是呢，如果在一般景气差的时候，你失业的时候，当找不到工作，也不用花钱的时候，在那时候为什么要降息？就希望你可以至少就你利息负担低，包括刚刚其实讲买车啊等等，你就还有力气做这些消费。但现在此刻在美国或全世界都出现的状况很麻烦，就是这一波因为波湾战争油价造成的，它变成消费的成本增高，因为能源跟石油是漫步在所有的物价的成本里头了。可是，包括现在美国现在 AI 很好，可能一直裁员啊，所以呢就变成说失业其实是相对严重的，就变成是很多人哇成本增高，买任何一样东西，面包、鸡蛋都涨3倍，可是问题是我的工作又被裁掉了。所以这是现在美国现有的中产阶级以下的部分面临的状况，这就是所谓这种停滞性通膨所造成的这种风险性的危机。因为这个东西很难搞 ，FED 你要升息或降息，你看他们已经这半年已经都不知道怎么弄了，只知道说确定不能降息，因为现在通膨很高。可是呢，现在这种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就会使得景气低迷的时候，为什么说风险很高？因为有可能整个经济的崩塌。因为一般大众消费者你收入很低，你不愿意去买东西，所以你的购买力低的时候，消费你就停滞了。经济活动的本质是你要一直流动，流来流去，左口袋、右口袋都可以，你都不动了。以消费者来说很恐怖，而企业因为现在油价成本很高，就变成成本很高，可是呢市场又不消费，企业也会垮哦。所以呢，过去在疫情期间，我们感受到一切停顿了，所以中国在美国好多企业都倒闭哈，包括其实 Amazon， 然后慢慢的这几年复苏，可是这一波好像因为油价开始，又有一些企业快要撑不住了，因为成本太高，然后民众不买，我开了很多店，其实你就不买，那我也没辙。所以现在就会使得在美国经济我们来看，当然美国部分都说它美国政府的债务危机欠那么多钱，就是一切般为嘴亏。但是因为现在股市 AI 还是一直没有泡沫，我们一直没有破，感觉起来它的股市的支撑力很大。美元在这波战争，大家会说战争当中要买黄金，结果发现大家战争可能美元可以带着跑比较方便，而且现在有加密货币，所以美元没有跌，所以现在只是美债比较有点动荡而已。美国总体来说，因为海很大，它的资本海，它有 FED 这个调整的机制，我认为它不会轻易的破灭。是美国如果破灭，全世界就破灭了。所以大家只是说，美国现在这种降低的风险，对于美国的国力，特别对川普的这个执政本身的冲击性的影响，我认为大家也不要一直觉得好，美国破灭大家会好，美国破灭我们台湾也完蛋了。对，好，我们看到整体来看，整体的美国的景气其实还是比较低迷的，尤其是冲击到的就是中产阶级。现在呢说，包括了这个美国内部在进行很多的裁员，刚刚我们提到之外，其实呢来自于过去
撑住美国这些企业很重要的就是中国大陆的顶尖人才，现在也不再留在美国了。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治安恶化，尤其是亚裔的女性感觉到这边的犯罪率越来越高。再来就是生活成本过高，而且在移民的政策收紧下，感觉到歧视。所以我们来看到一个最新的报道，刚刚这些报道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点出来的。那另外就 CNBC 点出了一名36岁美国男子克雷卖掉车子，说他要住到中国大陆去。他说移居之后发现这是人生最好的选择，因为生活费只有美国的1/4，他的生活品质还变好了。干哥怎么看？听上司这样讲的话，你看怎么办呢？对不对？美国最好是不要倒，对。可是美国就是快倒了嘛。克雷今年36岁，他的故事很有趣。他10年前去深圳一趟，那时候深圳才不是刚刚啦，其实就已经很发达了。他就一看，哇，这个地方这么进步，比我们家乡还要进步啊！他家乡在北卡罗来纳州，然后他结识了一个中国女子啊，她的身世也很奇怪，她的父母是在大溪地工作，就是那个澳洲那个大溪地有没有？那大溪地她是在大溪地出生的纯的中国女子，然后她在深圳结识她以后，两个人就坠入爱河，然后结果她这个10年前这个克雷他来这个深圳是教英语的。教了一阵子以后，年轻人嘛，那个时候他才26岁，赚到钱就回去花了，花到一半就发现不能这样，我在美国赚不到钱，于是3年前他又跑来深圳，然后就带着他这个就以前结识的妻子就成立家庭了，以后他就再也不回去了，还打电话跟他老爸讲说，那北卡的汽车帮我卖掉了，对不对？因为我不会回去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克雷他说：“我跟你讲，深圳是最有效率的城市，而且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出门不带钥匙，也不用带钱包，然后呢，一只手机就可以解决一切。还有整个城市是自动化跟不但自动化的程度很高，大众运输系统很发达，而且绝对不会有纽约地铁歧视黄种人的那种事情发生，或是黑人随地大小便那种事情发生。所以他说，我还是待在深圳比较好，而且我赚得到钱。你知道他一个月赚多少吗？他一个月现在$4000，哇，$4000，比我们台湾的补习班老师还那个待遇还要好得多，对不对？他现在还在当补习班老师，但他过得非常的快乐。他说，深圳是养小孩。